都2026年了，你还在为港股打新，专门飞一趟香港，在中环的大太阳底下排5小时的队，最后为了一纸地址证明而被银行经理拒之门外吗？甚至好不容易账户开了，还要忍受那些常用的反人类券商 APP 和漫长的入金等待期，那这种折磨谁又受得了？你看最近的风口在哪？美股破新高，币圈呢正在横盘，而港股这一边，小红书、Kimi 这种级别的独角兽已经在排队等着敲钟，这就是今年最不应该错过的红利。如果我告诉你，现在的港股打新已经进化到无需线下开户，无需 CRS 的申报，甚至打新的资金用加密货币稳定币 EU 就可以，那这波降维打击的操作，你有见过吗？今天为大家介绍一下 Stable Stock， 关于这个港股打新。这个 Stable Stock 最近在推特上非常火热，我们要不要参与进来？里面有什么样的风险呢？首先介绍一下 Stable Stock， 它主要是打通稳定币和全球金融市场之间的一个连接。它通过这个持牌的券商合作和合规的托管体系，让全球用户可以直接使用稳定币交易真实的股票，并且这个项目的话，它是背靠 YZ Labels 这个团队进行融资啊。虽然首轮的融资金额尚未披露，但是已经有明确的融资信息。对比一下之前几期 Stable Stocks 港股打新的收益情况啊，那现在来说的话，就已经没有 IPO 的项目了，都已经申购结束了。那我们对比以往的，就是它招股价，也就发行价和当日的开盘价，都有明确的一个，就是如果你中签的话，都是有很大一个收益的啊。像你推特上经常刷到，哎，我中了一个什么什么股，然后呢，因此获利多少多少钱。那如何在这个平台当中进行申购呢？我先给大家过一遍，因为申购的方式比较简单。但视频的最后呢，我会跟大家提一下，这个呢到底是不是有，就是它一定是赚的吗？或者说有什么潜在的风险需要大家值得注意的？那我们给大家过一遍如何在这里进行到一个港股打新，然后这边点击一下 Start Trading， 我们会来到它的这个页面啊，在这个页面当中的话，连接好自己的钱包。在你连接好钱包之后呢，它有个邀请码需要去进行绑定啊，一定要绑定好邀请码，不然你后续在进行交易的时候没有办法享受到手续费返现的这个折扣福利。那我绑定的是王端鸟的，因为它是我目前在全网当中看到关于 Stable Stock 这个项目给到40%最高的返佣金啊，我没有看到比40%还要高的，所以你可以使用它的。绑定它的邀请码的话，就是最后那个就是王端鸟，就全拼嘛，然后全都是大写。我刚刚说过，它的申购的话都已经结束了，可能要等到下一期的港股出来，然后我们才可以进行申购。但如果你要参与进来的话，是有一些准备工作要做的。首先就是要在账户当中进行到完成自己的身份认证，也就是 KYC。KYC 的话，它只需要提供身份证的正反两面，就可以选择到中国，可以选择到自己的国家。就选择到中国，然后身份证这里呢提供一下身份证正反两面，加上你手持身份证的一张照片，只需要这样子就可以。接下来就是完成账户的充值，充值不是充值到你绑定那个钱包当中，是要在这个平台当中点击到充值。它提供了两种方式，一种是普通充值，普通充值的话可以支持其他链啊，比如说 ETH 啊、Arbitrum 或者是 Tone 这条链。但是呢，我们一般推荐，因为它是有 YZ Labels， 也就是币安投资的嘛，所以呢，它有快捷充值。快捷充值的话，就默认选择 BSC 链。那意思就是说，你钱包，你刚刚连接的插件钱包当中，只要有 BSC 链上的 USDT， 它都可以识别出来，然后选择充值到这个平台当中。等待下一期的 IPO 就有新的股票上线的时候呢，你就可以进行申购。关于提现的问题的话，这里有个小细则需要跟大家讲一下。如果你只是把钱充到 Stable Stock 这个平台，你并没有使用这一笔钱的话，就没有买任何一只股票或者是资产，那你只需要在这里面点击一下提现，按照原来既定的方式 USDT 当前的网路，然后地址，选择到提现的金额，提交下就好，基本上都是秒到账的那一种。那除此之外呢，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就是说你可能把钱充进去，然后你买了一个美股市场或者是港股市场中的任意一股，那它这里提现的规则就是，你股票售出资金提现的时间是你要 T 加2个交易日，也就是说你是今天比如说你买一只股票，然后把那股票出售了，然后那笔资金呢是需要 T 加2个交易日才可以进行提现，这是需要跟大家讲的。以上就是关于 Stable Stocks 怎么去进行申购的前置条件。那它有什么样的风险呢？就接下来这个环节呢，我建议各位观众也仔细听哦。首先，第一个风险就在于它能否中签。我们对比就是刚刚推特上看到的这个
中签比例啊。那它这个中签比例是非常非常低的，就是说你可能就是进行申购，但是你未必能分配到具体的那个就具体额度，就是你不一定能打得到。你打不到的话，你就是不管认购是否成功，它的手续费是不退的。好，我们接下来就引入到手续费这个环节。手续费在哪里可以看到呢？在这里 DOCS 啊，就是它的文档。然后你记得要在这个文档当中翻译成中文啊，因为它全是英文的。我们讲到的第一个费用是它的手续费，在这里就是说你是一倍打的话是60港元一笔，就是你每打一次它都需要60港元。如果你是加了杠杆的话就是100港元，无论你加多少倍啊，它都是100港元。但是你要注意的是，你加了杠杆的话，你杠杆资金的额度它同样也是要收取手续费的，这是第一个你打新就是要注意的费用。如果你进行 IPO 你没有中签，那这些费用都是计算的啊。你没有中签，他不会把这个手续费返还给你，手续费是要照收的。然后第二个费用啊，就是在里面进行交易啊，我们这边选择到稳定经纪商下面的这个费用啊，就在里面进行任何的购买股票啊或者怎么样交易，它都会有一个手续费，手续费占比的话是1/1000啊，你不要觉得1/1000好像很低啊，这个手续费是很高的。港股也是一样，最低的话是要每笔收取15港元的费用，所以我们在里面进行股票交易的时候，无论是美股还是港股，手续费都是不低的。在进行交易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今天交易的几笔，因为现在 IPO 没有新股上线啊，所以我没有办法给大家演示怎么去进行申购，它的稳定币换算的汇率大概是多少或者怎么样。但是呢，这个前置条件我们也是可以通过网上来进行搜索的啊。我们来对比一下，看一下天星医疗。首先，你如果此前有申购到天星医疗的话，请注意它公布中签的时间是在4月30日，也就是在明天。然后，如果你中签的话，那就恭喜你；如果你没中签的话，我觉得这是大多数人应该要知道的事情。然后它这里最小的申购金额是4974.67，然后根据现在就港元兑换稳定币的这个汇率啊，参与天星医疗最低的投注金额是635U左右。你看到这个金额不是说你去进行申购的最终金额啊，你忘记了吗？还有手续费要付啊，包括这个每个就现金订阅的话是要60港元也要支付啊，所以共计的话就其实我看之前有人打过啊，我们给大家数据是635，是不是？它最终的话是648U 然后去打的，所以说中间有10几刀是要当做手续费的。如果你没有中签的话，手续费是不会返还，也就是说你这10几刀的话就没了。以上就是关于 Stable Stocks 的港股打新怎么去进行参与，然后以及它的风险。其实大家听完，风险更多来自于它的手续费太贵，而且没有中签的话，手续费是不予返还的。当然我们不排除啊，你中签之后呢，确实有几倍或者是对，就应该就几倍的收益啊，但是你本金投入这么多，几倍的收益也是较为可观的。这是今天视频的所有内容，非常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讲到这里，使用我们视频下方交易所注册链接进行注册，永久享受到最高手续费减免，还有众多新人福利。近期仍在坚持 OKX Sport 的小伙伴可以使用我们的专属减免优惠码，这样刷交易量可以有效避免不必要的损耗。如果还没有 GetIO 的账户，可以使用我们的注册链接，这是我们为大家准备的福利。在注册的时候，记得绑定一下我们的专属邀请码，这样你可以获得20%的终身手续费返还。Bybit 交易所现在新用户注册满手优拿到爽，一鱼多吃福利多。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在币安广场的账号。同样，如果自己在玩币安广场，多进行积极的发帖和互动。为什么呢？因为币安广场内置的一些空投活动，通过简单的参与，比如说转发帖子、关注，然后以及是发内容和文章，都可以得到相对应的积分。那这些积分的话，都是他给到奖励的凭证。在做这些任务的时候呢，也不要忘记我们阿尔法指标平台每日签到和观看视频。这些积分的话，都是空投简要的唯一要素。我们正在积极推动空投